不晓得大家最近出门有没有发现，许多商家的营业时间都变短了，下午都没开店了。台湾正在进入大缺工时代，缺工海啸，大缺工挑战。根据104人力银行研究，目前线上职缺数已经到了112.5万人，企业平均招募天数60.3天，也就是说，企业开出职缺后要等2个月才征得到人。到底为什么缺工变这么严重？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本书《大缺工》，就要来探讨缺工现象的根源。在大缺工时代，资本主义的未来会怎么发展？这本书描述的虽然是日本的情况，但日本的少子化与高龄化和台湾非常相似，因此他们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今天这支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资本主义即将面临的大缺工时代。2026年，台湾新生儿人数跌破10万人，正式进入死亡数大于出生数的负成长社会，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根据国发会预估，到了2040年，台湾工作人口将会降到1317万，也就是在15年内，劳动人口会比现在少将近300万人。日本的缺工状况更严重。根据作者的研究，日本在2040年将会缺工1100万人，全国有31个地区的劳动力充足率会低于75%。缺工对哪些产业冲击最大？2007到2010年的劳力投入与生产力的关系，可以把产业划分成4个象限。第一个类型是人力减少，但是生产力反而在上升的产业，例如制造业、建筑业，虽然人力减少，但因为持续自动化，能够用更少人力就完成工作。零售业也是，随着自助式结账越来越普及，很多商家就不需要那么多员工。相比之下，有些产业因为缺工导致人力变少，生产力也跟着下降，像是运输、邮政、餐饮业、服务业，都是人力减少，同时生产力就下降。因为这些产业不容易自动化，人一少，效率就跟着降低。更严重的是第3种类别，医疗跟健保产业，这些产业投入的人力变多了，但是生产力却没有提升。也就是说，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只是为了维持现在的服务水准。作者的团队进行了深度模拟，缺工如果一直持续到2040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是物流问题，因为驾驶不足，很多产品无法完成配送，送货都会延迟，未来很难再有24小时到货的服务。接下来是交通问题，公车路线开始减少，班次也跟着减少，还有建筑工程的人力不足。很多基础建设如果要维修，就找不到人力。日本跟台湾一样，常常是有天灾、台风的地方，所以只要出现巨大灾害，整个社会复原的速度就会变慢、迟缓。还有学校师资也会不足，学校找不到老师教课，很多学校可能就要被迫缩编，甚至倒闭。再来，未来长照人手不足，以前1周可以请看护4天，未来可能只剩3天，代表大家都要挪出时间来照顾家里的老人。不能再完全仰赖别人的照护。还有劳动人口老龄化，因为企业找不到年轻人，资深员工必须延后退休年限，可能要工作到70、80岁。当今日本的东北地区，配送员主要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就业率是全球第一，高达25%。未来企业也会必须提供更好待遇，进行抢人大战。开不出更高薪资的企业，会因为人力不足被迫停业，这会导致一个连锁效应。当私人企业的待遇提高到一个水准，公务员的工作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吸引人了。很多人不再向往公务员，而会转到私人企业工作，造成公务员也出现缺工问题。面对这么多的缺工问题，目前的企业都是请外籍移工来填补人力，但事实上，移工只能作为短期解放，不能够作为长期的解放。因为即便我们现在可以引入东南亚的移工，5年、10年后，东南亚的经济也会成长。薪资差距会逐渐缩小，台湾雇主开的薪资就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移工还是会往薪水更高的地方去，这就不会是稳定的劳动力来源。既然如此，本土企业何不提高薪资来留住本地人？因为资本家只想着引进廉价的外籍移工，而不去思考真正的问题根源。亚洲的国家，例如新加坡，他们也有发生少子化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缺工却不像台湾这么的严重。台湾不管是在薪资上，不管是在加薪的幅度上，我们在亚洲都是在中后段班，不但无法留住我们台湾自己的劳工我们也没有办法吸引外部比较中高阶的劳工。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这种方便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仰赖足够的劳力才有可能。但未来这种方便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了，这造成的后果是，因为买不到劳力跟服务，未来每个人都必须花更多时间在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花在工作上。所以未来就算你是有钱的中上阶级，也可能会因为缺工而得不到服务。未来世界不再是有钱就是老大，付钱就可以买得到服务。如果缺工是无可避免的趋势，那社会应该怎么应对呢？如果缺工问题出在人口结构，那解方就不会是让更多人去工作那么简单，而必须有结构性的处理方式。作者预估，未来资本主义可能出现4种发展。第一种发展是企业必须减少狗屁工作，提供更多劳工福利。当今很多职场上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根本是不必要的，缺工问题可以让企业开始反省，哪些工作项目根本是冗赘的，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狗屁工作，就算消失了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作者就对许多企业进行了一项企业冗赘业务调查，分别调查老板、主管跟员工这3群人，看他们各自认为有哪些事情是冗赘的。结果发现，这3群不同的人意见竟然非常一致，都认为有几种工作事项非常冗赘。第一种是因为系统老旧而不得不用纸本完成的业务，很多公司不愿意更新自己的系统，导致员工还要用很繁琐的方式填纸本。第二种是过度要求品质的服务，过度在乎每个小细节，导致工作量变大。第3种狗屁工作是很多事情自己觉得没必要，但是上级觉得有必要，导致必须额外做的工作。第4种是明明有更简单的方法，但公司却用更笨、更花时间的方法做事。最后一种是为了帮其他员工善后而做的事，如果其他员工没有搞砸，根本就不会多出这些工作。从这份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狗屁工作不是只是员工在发牢骚而已，而是老板、主管、员工都一致认同，公司有些做事的方式就是冗。再来，作者更进一步调查，到底老板、主管跟员工各自认为公司有多少比例的工作浪费在冗赘上。结果发现，老板认为有 16%， 主管认为有 21.7%， 员工则认为有 14.9% 的工作是冗赘的。有趣的是，员工觉得工作有冗赘的比例反而比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要处理的事情都是交给员工做，员工都忙得晕头转向，就没办法分辨哪些事情是冗赘的。反而主管阶级不在第一线做事，更可能有多余的闲暇时间，也才会感觉到有些事很冗。如果我们把这3组数字平均起来，等于是公司上下的人都认为有15到16%的工作是多余的。如果以1周工作40小时来算，等于是每周有6、7小时都在做没意义的工作，那几乎是一整天的时间了。在面临缺工、劳力不足的情况下，企业竟然花这么多时间在冗余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劳力的糟蹋、浪费。所以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删减无谓的工作，这不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劳动力市场缩减下的必然趋势。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的团队不只调查企业，还调查了消费者的看法，问他们是否觉得企业的服务有太多不需要的地方，结果高达 38% 的民众都认为如此。如果问民众超商是否需要24小时营业，只有 30% 的人认为需要，高达 68% 的人认为不需要。所以企业应该自问，在当今缺工的情况下，还要把宝贵的人力耗费在24小时营业的店吗？如果台湾能废除24小时营业制，不只是对劳动待遇的改善，也是应对缺工的一个必要措施。进入大缺工时代，未来说书的服务可能也会越来越少。想读更多书，却又没有说书节目怎么办？那就是这款喜马拉雅有声书 App。喜马拉雅有声书含有高达15万本的有声书内容，每周都会更新至少1本的畅销书。自从我开始使用喜马拉雅有声书后，每天走路通勤都可以听完1本书。目前我已经听了上野千鹤子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荣格自传，还有每天读点叔本华。在当今大缺工的时代，利用每天的零碎时间，依然可以好好的听完1本书。现在加入还可享有喜马拉雅会员的免费试用，无限畅听上万本畅销有声书跟线上课程。更多资讯请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连结。
缺工会带来的第二个社会转型是，企业必须透过机器 AI 的力量来补足缺工。很多人会担心说，这样人类不就会失业吗？作者指出，自动化不是在人的工作中引入 AI， 而是让 AI 做那些不一定要人去做的事，人类才可以专注在必须由人来做的事。公司利用 AI 省下的人力成本，可以用来帮劳工加薪，或是让员工做更轻松的工作。这样一来，劳工也会更有意愿留在公司里，才能缓解缺工问题。例如，日本的鹿岛建设将50%工作都交给机器人来做，让工地的工人减轻工作负担，让这家公司能在缺工危机下存活下来。或是日本的连锁超市 Kasumi 引进自动结账系统，顾客只要在手机下载 App 就可以扫描结账。这种自动化不仅可以减少劳力，还可以帮超商店员减轻压力。因为柜台收银员其实是非常高压的工作，时常要面对许多莫名其妙的奥客。卡苏米超市发现，光是把收银这件事自动化，就可以让员工的压力消失许多。在当今缺工的时代，每个产业都必须思考，人类到底应该做什么？有哪些事情是不该由机器代劳的？例如 7-Eleven、全家这些超商，如果都改成自动结账，深夜时段消费者就可以自助结账，也就可以取消大夜班。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少数良心企业才会这样啊，很多企业只想用这笔 AI 热潮来赚更多钱，并没有要让劳工减轻负担。作者认为 AI 自动化的浪潮其实是淘汰黑心企业的好时机，因为缺工现象反映出劳动市场改变了，企业必须跟着改变，开始珍惜人力。如果企业吃到了 AI 的红利，还继续剥削劳工高工时低薪，结果就是劳工可以辞职，让企业继续缺工，找不到人。权力开始移动到就是劳动市场的这一块，他们只要敢表达，那他们就会开始拥有话语权。换句话说，在当今缺工的时代，优势其实已经转到劳工这边了。只要企业不改变压榨的形式，劳工就可以拒绝为这些企业服务，改去应征那些愿意转型的企业。所以长期下来，愿意善待员工的企业就会胜出，那些压榨的企业就会慢慢被市场淘汰。既然资本主义喜欢强调市场竞争，那就让这些企业去竞争。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就是懂得如何用 AI 来珍惜人力，给员工更好待遇。没竞争力的企业就等着被淘汰，这才符合资本主义的承诺。资本主义会带动生产力发展、技术革新，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不过这项转型也是有限制的，因为不是所有产业都可以自动化啊。作者就区分了容易自动化跟不容易自动化的产业。制造业、运输业、行政业务比较容易自动化，但是医疗照护、建筑业、餐饮业比较不容易自动化。对于这些不容易自动化的产业，又应该怎么处理缺工问题呢？缺工下的第三种社会转型，被作者称作类工作活动，意思是工作之外的活动，但同时又可以帮助到别人。作者特别强调，这跟志工活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工作以外的兴趣嗜好，这些兴趣其实也可以是某种劳动力，只是你不是为了某间企业而做，而纯粹是在下班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同时又为社会提供了一点服务。其实 YouTuber 的劳动就有点像是类工作活动。如果你不是正职的 YouTuber， 纯粹是拍好玩的，那你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影像娱乐的服务。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日本的非营利组织打造了一个手机游戏的 App，让市民自己动手找出都市里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拍照上传来累积点数，还可以赚钱。一般都会认为检查老旧设施应该是公家机关的职责，但是在缺工时期、人力有限的情况下，这款游戏让市民帮忙找出需要维修的地方，等于是帮政府省下了许多人力，不仅缓和了缺工问题，还让市民有一种参与感，感觉到自己的城镇自己守护。市民自发来维护基础建设，甚至有人为了检查马路水沟盖而改成走路去上班。如果把同一笔钱用来聘请员工，可能请不到人来检查马路，但是把同一笔钱用在这个社会实验上，反而让市民在工作之余自发的去检查，让许多人愿意投入。这项实验让人不仅思考，很多事情似乎一旦变成工作就让人讨厌，反而在工作之余做才让人感觉到乐趣。另一个日本成功的例子是慢跑巡逻，因为缺工问题越来越难请到社区保全，但是日本各地都曾传出不少儿童绑架案
或是女性独自一人外出而遭到骚扰。所以日本的福冈市市民就发起了一个 Patrol Run 运动，一边慢跑一边巡逻，参与者还会得到一些报酬。很多人其实都是平常就有慢跑习惯的，所以并不会觉得好像要额外做一份工作的感觉，反而是一举两得，一边慢跑又可以为社区尽一份心力，还可以跟其他慢跑人士交朋友，减少很多成年人的孤独问题。如果整个市镇的人都参与慢跑巡逻，其实可以让整个社区的安全度提高。但如果大家都只是宅在家滑手机，把社区安全当成是保全警察的工作，遇到缺工时，整个社区的安全就会有疑虑。这种类工作活动提供了我们一种不同的社会想象，缺工问题不是丢给政府、企业去处理就好，而是市民自己也可以动起来。研究统计，日本已经有25%的人在参与这种类工作活动，换算下来大约是1960万人。这些人都不是抱持着社会缺工，所以我要来当志工的心情，而是抱持着当做休闲娱乐、多认识人的心态。作者预估，这种类工作活动在未来世代可能会更普及，因为未来世代对于工作不再抱持着我要为了公司牺牲奉献的心态，反而想把时间花在工作以外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创造太多狗屁工作，让我们的工作无法对社会有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改变心态，别再以为工作可以帮助他人，反而要思考如何在工作之余帮助别人，贡献社会。企业如果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员工有更多时间可以参与类工作活动，而不是用各种杂事让员工下班还要忙。作者甚至大胆预言，未来世代的新观念将会是，只是在公司上班其实不算是有参与社会的活动，因为上班时间其实都是在为资本家服务，而不是在为社会服务。恰好是在结束上班后，人们才能真正的参与社会。最后，作者提出第4种应对缺工的转型策略是银发族的小型活动。因为少子化的趋势，老年人口一定会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越来越少。2025年全台总人口数约2329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数超过467万人，占比约20.06%，以达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超高龄社会的标准。所以缺工问题势必要仰赖老年人口，但这些人都已经退休了，劳动力也不如壮年人口，而且老人重回职场常常会遇到年龄歧视的问题。所以作者说，不是要让老人继续工作，而是让他们做一些小型活动来提供微劳力。维大利，维大利，意大利。例如，日本老人会帮忙在放学时间指挥交通，这种工作原本应该是由学校老师、警卫担任，但在目前校园缺工的情况下，这种工作就会越来越少人做。在下课时间帮忙指挥交通，看似是一件小小的事，但其实缓解了大缺工的问题。大家可以回想看看自己小学的时候，学校周边是不是常常出现帮忙打扫环境的老人？我们每个人在国小6年来，其实都不自觉地受益于许多老人的微劳力。如果把这些微劳力也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环，老人其实也贡献了不少的 GDP。如果没有他们，学校可能要请专人来打扫，就会面临缺工的困境。参与这种微劳力，其实对银发族也有好处，因为在退休后，很多老人不用工作了，生活就突然失去重心，变得很无聊。老人感觉到孤单，也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很多人退休后又重回职场，因为真的不知道退休后要干嘛。但是如果有固定的活动，为社会贡献一点微劳力，生活作息也会比较有规律、有节奏。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缺工问题的4大转型对策：删减冗余、狗屁工作、机器自动化、类工作活动，还有老年人的微劳力。不过作者最后也承认，这些解方都只是让问题延后到2030年左右而已。接下来2030到2040年将进入10年缓刑期，我们必须用这10年的时间去思考更根本的构造改革，也就是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结构，才能让社会在缺工、少子化的问题下永续发展，而不至于出现产业崩溃。那更根本的构造改革会长什么样子呢？作者在这里做出了几个大胆的预测。第一是集体价值观的转变。哲学家汉娜·鄂兰就认为，人类的活动其实有3种：劳动、工作跟行动。劳动是为了满足生物体的新陈代谢，
人类为了活下去而采取赚钱的劳动。但是工作跟劳动不一样，是超越个体生命的，因为人创造出来的产物可以延续给下一代。行动则是与他人产生关联性的活动，与他人一起形塑社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家都过度重视劳动，而忽视了行动。但是当今劳动力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劳动的量已经很难再继续成长了，未来势必也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应该把更多时间精力花在劳动以外的事，也就是用行动来取代劳动。例如从事类工作活动为劳力，来提供社会需要的服务，而不是上班时间的劳动。再来，作者预测未来消费与劳动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消费者也会变成劳动者。例如，未来的餐厅如果都使用送餐机器人，顾客在点完餐之后，机器人只能送到桌子面前，接下来就要客人自己把餐点取下。所以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也付出了些许的劳动，劳动将会从原本都是员工负责，变成机器跟消费者一起合作完成。这也会迫使消费者不能再有奥客行为，因为如果奥客太多，员工不想做，店家又招不到人手，最后就会关门。所以消费者如果不希望没有店可以光顾，就必须停止奥客行为。再来，第二个大胆的预测是，劳动者将成为上帝。以前的观念都是付钱的人是老大，顾客至上，但是在缺工的社会里，将会变成劳动者是上帝。劳动者只要不想工作，就算消费者有钱，也可能买不到服务，只能在店家外面大排长龙。如果劳工变成上帝，那政府就应该提供劳工更多福利，例如降低劳工的税制，跟劳工少收一点税，劳工才不会觉得努力辛苦工作，钱都交给国家了，也才会更愿意在缺工的时代继续付出劳动力。要呼应这种价值观转变，政府应该把劳动力视为社会最珍贵的资源，劳工法规不能再以雇主利益优先，而应该以劳工的利益优先。政府也应该用各种方式奖励类工作活动。最后一个大胆预测是，未来的劳动将会变得更有趣、更开心。因为如果企业不将劳动变有趣，不让劳工开心，就没有办法吸引人来工作。那要怎么让劳工开心呢？很简单，企业应该删除那些多余的狗屁工作，因为社会已经没有本钱可以浪费劳动力了。再来是必须降低工时，甚至是实施周休3日，这样劳工就有多出1天的时间，可以去做类工作活动，在工作之余协助社会运作。就算无法降低工时好了，至少不要阻碍员工下班时间做其他活动，不要员工下班后还要24小时待命。最后最实际的方法，当然就是提高薪资。一家企业能否提高薪资、缩短工时，让劳工更开心，就是一家企业能不能够永续经营的关键，也是未来迎接大缺工时代的必要转变。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大缺工1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